我是洋房姐姐。你们能猜出我现在在哪里吗？没错，我们的 office 啊升级了，搬到这里来办公了。今天呀，我要带大家去见我一位粉丝，他呢有一整层位于国贸片区的大平层要卖，那咱可得好好去瞧瞧。跟我走吧。在国贸片区工作的好处啊，就是步行去哪儿都很方便。那粉丝的这个大平层呢，离我的 office 非常近，咱们步行就可以到。就是啦，时尚大厦，你看到了吗？那4个字。我现在突然反应过来，我最开始挑 office 的时候，其实来过这里，原来一直没有意识到。你说这不是巧了吗？不是。从世贸天阶穿过去啊，就到了。哎，走到这儿其实特别亲切，就在这个位置，原来是金钱豹自助，我可能年轻的小朋友都没有听说过，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回忆满满的。金钱豹其实可以说是网红餐饮的鼻祖了吧？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学生298一顿的自助，可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而且还可以无限吃哈根达斯哦。还有这上面的天幕啊，你们真的应该来看看，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非常的漂亮。放电影啊，还是我场地看呀？你晚上自己来看看就知道了。这个电梯系统是不是挺有意思？而且里面呀也没有任何的按钮，只有这里能看到。去几层都已经安排好了。这里，这前台挺眼熟的，我怎么记得来这儿看过呀？见过这个前台，是这儿吧？就这儿。你好。你好。哎，你好，王总。哎，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到真人了，你比视频里面还漂亮。是吗？谢谢。是的。这就是您说的大平层是吧？是的。国贸大平层。对。来，我带你。好。参观一下，然后好好好。这门很气派。谢谢。对，这个就是一个主层。这为什么叫时尚大厦？因为那个时尚大厦当年买了楼上的6、7层嘛，所以呢，他就要了一个冠名权。哦，买的多就有冠名权。没错，所以呢，以后呢，肯定洋房姐姐也会是这里的常客。为啥呀？因为洋房姐姐越来越火了，所以肯定是时尚芭莎的常客呀。哦，对，有道理，有道理。那借您吉言。好的，来这边请。这空间感还是很大的，您自己一人在这办公？对对对，这是什么方位？正南方。正南。对。哦。这个是世贸天阶的地座，这边是远洋国际。国际 OK。啊，这个景观不错哎，能看到中关村、国贸3期，还有中央电视台大剧场，在这里确实是景观很壮观，一览无遗。拿手一比，这就是个画框，像是一幅画。在这看这个景，就像是一幅画。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就是为了窗外这个景色，这么一幅画的感觉，就买了这一个房子。这个景色价值千金。哈哈，可以这么说。是，好吧，坐下聊。好。那我看这叫写字楼，为什么您说是大平层啊？这个呢，我就简短截说吧。因为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70年的住宅产权。那国贸这周边的所有的高档住宅呢，全部是70年的公寓，所以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既可以落户，也是需要购房资格的，所以呢，这个呢也算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物吧。那我听明白了，就相当于这房子两边都占了，可以注册写字楼，然后呢还可以当住宅。没错。所以呢，实际上是两边都占便宜的一个房子，但是因为呢，现在呢，国贸这个区域呢，写字楼呢已经趋于饱和，但是呢，这个高档的住宅呢，现在是越来越稀缺，所以呢，现在政府呢也是有意呢让这些这种产权的房子呢，尽快的回归到纯住宅的这个本质上面。CBD 的核心区域这种一整层方方正正1500平米的住宅，肯定呢，我们这边呢应该是唯独的一份。那这一整层你打算卖多少钱？一个爽的价格再加那么一点点吧。一个爽，我算算啊，1500平米，对吧？是的。
那要核算下来，其实单价不贵啊。没错，为什么会有这种占便宜的感觉呢？就在这儿了。等于说我买了一个住宅，但是按一个写字楼的价格去买了。是的，就是说呢，至少呢，在短时期内，如果说你还想继续办公，不管是自用啊还是出租呢，这个呢是完全可以满足你这个办公的这个需求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呢，也大概花了1000多万装到现在的这个样子。那未来呢，你如果说我想去调整为自住啊，或者说做一个私人的会所呀，那么也随时可以改变过来。事实上呢，我呢这个本来呢原来是想把它改成这个自己来住，包括呢建一个私人的会所。那也是因为呢生意太忙，而且确实也没有精力再折腾了。所以呢，我可以给你看看我做的一些效果图。好呀好呀，就是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没有再继续推进。是的，这不也赶上了疫情嘛？哦，这是哇塞，这是纯粹住宅的设计。对，休息室、会议室、办公室。这个卫生间还是很惊艳的。没错，因为面积足够大嘛，所以1000块平米确实可以设计出很多惊艳的效果。这么一看就有感觉了。那您这个现在是做什么？我看这间就是您办公室吧？对，现在呢这一整层呢，我现在只用了一小半，就算是我们的总裁办吧。我带你整层看一下。好。其实呢，买家买了以后呢，他肯定也会重新装修的。你像这个房间的这个整层最好的优势呢，就是说呢，除了你们刚才上电梯那个位置是一个核心筒，剩下呢全部是框架结构，然后呢只有几个柱子。那这个就很适合做大平层住宅，没错，可以随业主喜好来改变它。没错，这个设计师发挥的空间对非常大，非常大。没错，你比如这个房间就有一个柱子，你找一找看看在哪儿。那我还真的是没看见，在哪里？在这里。哦。实际上它的柱子的直径也就大概这么粗，实际上我们正好做了一个酒柜把它包进去。明白，很巧妙的把它包在里面了，但是又有一定的功能性。没错，所有的柱子实际上都不会影响未来的设计和空间的这种发挥。对，它已经是把这个空间的使用率极大的去放大了。没错。那我就带你大致看一圈，让你在面积上有个概念。好的。这边能看到国贸中国尊，不用说。刚才看到了，很清楚。这边出去呢，我带你看一下其他的区域。好的。这就我们刚才进的那个门。好，这是一个大会议室。这是一个茶水间。茶水间。对。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大的会议室。这边会议室外你可以看看。这反正坐个30-40人没问题。对。窗外也是国贸中国尊优美的风景，加上 CBD 公园。还真的是这 CBD 公园，满眼的绿树，养眼。那种封闭的办公室。对，这些一般，比如说什么经理啦、部门总啦，可以用个小办公室。对。正好相当于这一大平层，每一个房间我都能有很好的采光和景观。没错。这边的视野就很，就是没有什么遮挡。没错。因为那边都是主城区了嘛，就是原来的核心那个城里边嘛，所以它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更高的建筑物来改变这边的景观了。你看，现在很绿的这一片就是使馆区，第一使馆区。再往前面，你看那就是故宫的金顶。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完全可以看到西山。西山是吧？对。包括往您的左手边看，可以看到丰台总部基地、丽泽商务区。你看这个是你的新家，新办公室。对，我觉得站在这儿往远处看，如果要是能看到西山的话，心情真的是非常舒畅。是。明儿早上如果把这当家，早上起来来这儿看一看远处的风景，这一天心情都很好。这边呢也是一个开场的办公区。这边就看着好像比刚才那边就浅色调年轻要很多。是的，这边比较适合现代的互联网企业。10点读书。哎，我看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原来看过这个办公室。是啊，那你们我当时在选办公室的时候来这儿看过啊。那你们怎么没有来这里啊？当时应该是觉得这个面积有点大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点浪费，所以就没有选这儿。那你可真是亏了。在10点读书之前，我们有2个租户，还有另外的2个租户，在我们这儿呢都纷纷上市了，然后扩大了，搬走了。哎呀，那我错过了一个风水宝地呀，感觉自己顿时错过了1个亿。这边看过去是哪里啊？这个呢就是世贸天阶的整个天幕了是吧？亚洲最长的天幕。这个天幕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的情怀了，因为上学的时候这块就开了，而且我知道有很多男生就是晚上在这个天幕上向自己心爱的女生告白。对，是我们那个时代一个经典的梗，没有人跟我告白，伤心，太遗憾了。其实很多客户买房就是买一个情怀，那人成功之后呢，就希望给辛勤奋斗的自己和家人有一个奖励。在我眼里啊，国贸就是北京的中心。有人呢也会说国贸是宇宙中心，那你可以想象，坐落在中心有这么一整层都是你的家。早上看着太阳呢从 CBD 升起，落于西山；晚上再看着这窗外纷繁的夜景，举起一杯乐华，感受着人间的烟火。想到这个画面呢，我就会很向往。我相信也会有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是啊，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呢，坐在这儿看风景。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有实力的有缘人，然后呢，杨婉姐姐可以带他们来我这儿实际看看。我相信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感兴趣的人。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了，期待这里变成家的模样。好的，谢谢，我也很期待下次再和你见面。好啦，那我们走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